大家好，我是大伟。秋天到了，细心的朋友们应该已经发现了，早晚的温差开始显现出来。咱们说，只要温差开始变得越来越大，说明呢这个季节已经开始进行了交替。只要季节一交替，你会发现以前藏在我们里面不出来的这些小问题啊，频频繁繁的开始敲门。那么有很多人啊，逐渐的在最近啊感觉到一些不适。有的朋友啊小感小冒，有的朋友啊浑身乏力，而且现在去大房子里面啊去找这个白大褂看的人啊也逐渐变多。咱们这样来说啊，你再往后走，等到这个深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问题啊，它也出现了，就是小流小感。那么在一个一定的规模当中也会流行起来。所以呢，现在目前来讲啊，整个环境当中啊都是非常复杂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归到核心的基础当中，三个字叫做免疫力。这三个字就是你能不能在这个秋冬之际站得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所以呢，免疫力弱的朋友们，你会发现在秋天冬天的时候啊非常难熬，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频频繁繁来敲门。那么怎么办呢？今天呢，大伟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小方法。这个小方法咱们只要讲几个点就够了，你就从现在开始去做，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秋天和冬天不再难熬，你的免疫能力也慢慢的水涨船高。好了，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把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咱们现在一起来看方法。这一套动作呢是有口诀的，叫做双合谷、后大椎、顶百会。这几个点呢都是我们讲的重要的一个点，它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首先先讲我们的合谷。合谷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啊，你看我的手只要一捏住，这个上面会有一个小山坡。合谷这个地方非常重要。我们说一个人手捏住这个小山坡高不高，就能证明他的这个气和血的状态足不足。所以呢，合谷呢也被人称之为一个叫做柴火口、添柴加火的地方。我们每天把2个手捏在一起，把它顶峰的地方，就是我手指的这个点，像这个山谷的顶峰这个地方最高的点，我们把它靠在一起去撞。这个动作叫做撞合谷。那么我为了给大家演示，所以呢我2个手是对着我的相机去做的。我们自己去做，手是这么交叉去做，左手转完右手撞啊，这么交叉合并，把合谷这么撞一撞。手呢一定要捏住，捏得紧紧的。我带着大家去做一做，我们也不要做多，做个30下就行了。以后每天练呢，你可以敲上一个30秒到1分钟。做完以后，你的手掌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啊，就这么去做。所有家人朋友们看一下，2个手对在一起，慢慢的敲，然后再这么转过来啊。当然你要如果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这么去做。这样去做的话，我相信观众朋友们看的是更加明显啊。我们不要做多，就做上30下。做完以后，我们手慢慢的张开来，你自己感受一下，手掌中间是不是发酥酥热热的感觉？而且呢，你一定要记住，做的时候千万不要把手松开来，手一定要捏住了，2个小山谷捏住了以后在一起撞才行。这个就是双合谷。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的大椎。大椎这个地方呢，其实像以前的人啊，都是采用灸法啊，家里面有小孩子啊，包括自己呢，平常有一些小感小冒的，都喜欢这么灸一灸。那么我们说怎么去做呢？我们的大椎，大家记好了，把手捏住，中间是空的，前面呢是一个小铲子，从这个假设是我的大椎，从上往下铲，张手往回拉，一铲一拉，一定要记住一个要点，中间不要去碰到我们的皮。我带着大家去做啊，我整个人转过来，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你们手是放在里面这么去做啊，我呢手在外面给你们看。来，从上往下铲下去，张手往回拉，一定记住中间这个位置不要去搓着我们的脖子，这样搓脖子受不了。手上可以抹点油，来，从上往下，张手往回拉，3、4、5、6、7、8、9、10，做完了以后换手啊，左手10下，右手10下为一轮。咱们有的朋友说，老师，我这手啊够不着，我只能这样去做，抬不起来。你记住，我们这个动作都可以当成运动，做着做着，这个手就怎么样，就抬起来了。所以呢，不用担心，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做。左右手各10下为一轮，我们来第2轮，一般做到2到3轮，你会发现怎么样呢？额头后背开始发热或者出汗。其实只要咱们出汗以后再加上1轮，比如我做了3轮的开始出汗，我加1轮我就做4轮，然后这个动作每天去练就达到目的了。那么咱们今天啊，因为时间有限，只能把这个动作的一些简单的细节给大家去讲一讲，把方法教给大家。
这个就是咱们讲的第二个动作，一定要记住啊，手铲下去，张手往回拉。大家如果听到这里想继续做的，你们可以暂停啊，把这个动作做一做，看看是不是啊出汗了。好，接下来我们上面是什么？叫顶百会，百会也被称之为叫做猪羊之会。这个地方我们有很多人像冬天站桩的时候啊，平常做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朋友这个地方会冒着热气上来，所以呢，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百会这个地方怎么去做？非常简单，所有的朋友们，把你的手掌掌心啊对着我们的百会，百会在哪呢？两个耳朵往上走，两个耳朵尖这么往上，这么交合的点，鼻子往后走，这么交合的点，中间就是百会。把手掌的劳宫这么对上去，一压压住，压住了以后，另一个手压上去，压上去以后转，每天这样去转上一个顺时针20下，就这么去转就行啊。手压住以后，慢慢绕着转，转上一个20下到30下，把手松开就行。就这一套动作，你每天练，练完以后，我相信你的额头后背微微的都会出汗，整个人做完以后，你会发现身上感觉很轻松。为什么？这个动作是帮助你把你的阳去往上升的，同时呢，能够很好的增强你的一个免疫能力。你经常这么锻炼，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一套动作非常的好。你们如果从现在开始练，去坚持练上一个7到14天，因为这是一个小的循环。到了这个14天周期以后，你再感受一下自己的变化，你会非常的开心。好的，今天的动作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大家帮我一个忙，点一下下方的关注。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点上有用2个字啊，帮我点一个赞。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有很多朋友啊，常年被湿气缠身，有的朋友被缠着3年，有的朋友被缠着5年，更多的朋友啊是束手无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其实，当我们湿气一重的时候啊，就应该首先想到我们的脾胃。脾胃弱了，则湿气而生，而且这湿气啊，不仅仅是湿，它还会变得非常的粘稠，变成痰湿之气，带着一丝寒气，变成寒湿之气。所以呢，我们首先一定要想到我们的脾胃。其实我们说到脾胃的时候啊，那很多朋友啊都会说，哎呀，老师，我脾胃不好，我经常看东西吃不下去，或者是我经常往上反啊、酸啊，有的朋友啊出来的黏黏糊糊的，脾胃不好啊，其实影响的非常的多。咱们简单举几个例子，就拿50多岁左右的一些女性朋友来说，咱们有很多朋友啊在更年期左右，那么如果脾胃一旦不好，那么紧接着身上的气血的状态就会快速的往下去滑，而且你会发现自身的免疫能力也会下降。除此以外呢，如果你的脾胃常年是处于一种非常冷的状态，你会发现你吃进去的东西根本它不会往我们里面走，变成能量，转一圈哗一下就出来了，出来的是黏黏糊糊的，或者像水一样。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啊，因为常年脾胃不好，你会发现自己的肚子这里啊是一天比一天大。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水湿全部跑出来了，你自己用手摸一摸，还会发现没有一点热量，全是冷的。毕竟老祖宗把我们的脾胃称之为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只要好了，你会发现吃进去的东西能变为能量，你的状态就会蒸蒸日上。但是脾胃只要不好，你会发现整体的状态快速下滑，各种各样以前不找你的小麻烦也来咚咚咚敲你的门。那么脾胃弱的人应该怎么办呢？其实非常简单，南怀瑾老师啊曾经分享出来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令很多人受益。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借此机会把这个方法分享出来。咱们准备啊，花椒6到7颗，艾绒1小撮，桂圆肉1颗。把这3样放在研磨罐里面，把它研磨碎了，加上适量的蜂蜜，搓成一颗一颗的小丸子。这一颗颗的小丸子啊，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你要知道，艾绒是什么？艾绒是至阳之草，它对应的就是一种太阳。当我们把这个小丸子放在我们的肚脐当中的时候，艾绒就相当于在我们冰天雪地的环境当中凭空升起一把火，这把火把里面不好的水啊、湿啊全部给它赶走。那么同时呢，再加上花椒，窜走能力非常的强，然后再加上桂圆肉。桂圆肉呢，不仅我们以前像桂圆莲子啊、桂圆红枣啊，它吃起来对于我们的气血非常棒。同时呢，从我们这里走，另辟蹊径啊，从我们的肚脐进去，脾宝宝非常的喜欢，而且桂圆肉能够很好的让我们红色的水啊快速的生发出来。所以这3样宝贝合在一起放在肚脐当中，咱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放，睡醒
紧呢就把它撕掉。有很多朋友啊，因为这个丸子特别好，他想了另一个方法，就是把它再放在我们脚底的涌泉。哎，你别说，脚底涌泉一放，你发现在冬天的时候就不一样。我们很多朋友上热下寒，脚底的两扇门给它一封，这个艾绒啊，包括花椒啊，从我们脚底里面进来，那感觉更加不一样。整个人啊状态就不一样了。那么今天这个方法呢，可能很多朋友听完以后啊，感觉非常的好，自己又没有时间去做，怎么办？那么接下来我来把我们师门当中的肚脐贴拿出来给大家看，这是已经做好的成品，用起来非常的棒，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就是我手里面拿着的这盒肚脐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养好了脾胃，而且这盒肚脐贴在冬天去用的时候，感觉更加不一样。我们从里面先拿出一颗小丸子，这颗小丸子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啊是一层油脂封的好好的。为什么咱们上面要用油？因为这个油可以把这个味道给封住。一般人都不知道，我们这个小丸子塞进肚脐当中也好，塞到脚底也好，都是以味儿取胜。我们打开盖子以后，判断肚脐贴好不好，首先也是闻一下。如果你一闻起来这个味道啊非常的浓郁，那么它里面的材料肯定非常真，因为味道是骗不了人的。所以这个肚脐贴从你到手轻轻一闻，哎呀，你会发现里面的所有的像我们讲的艾绒、桂圆、花椒都在里面。那么除此以外呢，这个肚脐贴它还配备了一个小小的封贴，我们自己用的时候把它撕开，加上小丸子，直接贴在我们肚脐当中就可以了，非常的省事，非常的方便。咱们有很多人啊，用完肚脐贴以后啊，说老师你介绍的东西啊实在是太棒了，我用了5、6天，用了7、8天以后，我明显的能感觉到你说的这样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呢？其实我在分享肚脐贴的时候啊，我自己之前也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段时间呢自己这里状态不好，出来的都是黏黏糊糊的，上面还感觉苦苦的。我把这个肚脐贴啊每天贴在肚脐当中，脚底的2个涌泉我都贴上了。贴上了以后呢，过了3天左右啊，就感觉里面升起了一把小火苗，这一圈感觉到热热乎乎的，2个脚底当中也感觉到热热乎乎的，就感觉好多的一些冷的潮的全部被赶走了。那么用完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逐渐的变强壮起来，而且身上变得更加有劲，这个都是平常不曾拥有的。你如果说没有用过肚脐贴，你一定要去试一下咱们师门当中的肚脐贴，所有的材料都是甄选的，包括艾绒、包括桂圆、包括花椒，都是非常有讲究的，每一道工艺都是非常认真的。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只要方法选对了，你会发现其实用起来啊非常的简单，用完以后感觉也会非常的好。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好，我是大伟。肠胃不好的人啊，在生活当中是非常痛苦的。就拿吃的上面来说啊，你看冷的不能吃，这个辛辣的不能碰，像海鲜啊、火锅啊，有的时候牛奶啊，它真的是尝都不敢尝。它只要稍微吃了一些轻一点的，就是里面开始咕噜咕噜响，就开始往厕所去跑了，一天可能上个5、6次都不为过。那么如果重一些的，那就捂着肚子啊，他头上流着这个汗啊，床上打滚，满床打滚啊，有的时候整夜的睡不着觉。为什么？就是因为了肠胃弱。而且你一定要记住，当你的肠胃开始一弱了以后，你的整个身体的状态，包括免疫能力，都会开始逐渐的往下去降。那么如果说你的肠胃开始弱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让它变强壮起来呢？那很多朋友又说了，我吃这个吃那个。其实我告诉大家，我们用自己手上的2个活口，就能让你的肠胃逐渐的开始往上去走，变得越来越强壮。你一定要记住啊，我们的肠胃它有一个最近的一个门是在哪里？就是我们的肚脐上方。而我们的左右2个手呢，在道家有一个不传的方法叫9把火，左手属于火第5把火口，右手属于第6把火口。我们可以利用上面的火钻进去，钻到我们的肚脐当中，让里面热起来。可能很多朋友听我这个方法说，大伟你讲的太玄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咱们今天每个人跟着我做的，你都能找到这样的感觉。我让你感受到里面开始有一种发热的感觉。这个方法在以前都是不传的，在咱们视频当中我分享给你。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感觉老师讲的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点上关注，点上赞。咱们现在开始讲内容。所谓第5把火和第6把火在哪里呢？它的火口各位于左右劳宫。然后我们需要做一件事，先把这个火给它养出来，把我们的手对在一起以后，左转右转，一来一回为1次。我们转多少下？转上一个啊，你自己都不用数，没有多少下，去转到烫为止啊，你就这么转。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他这么左右来回几次，倒腾几下他就开始烫了。
整个手掌中间会烫，有的人来回个7、8下、10下，他才能有一些微微的烫。这种烫你一定要记住啊，我们是怎么样？不是用力的在一起摩擦，而是轻轻的手对在一起就转。它和我们这样去做有本质性的区别。这样去做，手一分开，热量就没了。而我们这样引出来的火，你记好了，你即便手分开50秒、1分钟，你过个1分钟，你不碰它，你手再这么一转，它依然能有烫。那么我们引出来的这个火有什么用呢？你看好啊，我们开始感觉到烫了以后，所有家人朋友们跟着我做。我们现在假设所有朋友都感觉到烫了，对吧？你们一直在转，那么这个时候烫了以后，我们手放在这儿就不动了，整个人把手放在我们的身体两侧。我现在教给大家的叫做什么？叫做引火法。这个视频的内容含金量非常的高，一定要记住，你们可能走一个神，后面就跟不上了。你感受一下手中的温度，当它感觉到烫了以后，它里面的温度就像一个小火炉一样，刚开始可能会慢慢往下降。就是说里面的这个温度啊，手心当中呢会感觉到冷了，逐渐变冷了，但是不要着急，你再怎么样转2下，再这么转2下，感觉到温度上升了以后，再继续放好，烫了以后我们就停，就这么放好。一般来说，刚开始去做的朋友们，往返去做上一个3到4次，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火炉啊，它只要温度一往下，你就开始这么转，啊，感觉到烫了以后就不动，就这么转，始终这么转，你保持住。保持个3到4次以后，逐渐的就会感觉到手中的温度开始怎么样？保持住了，恒定住了啊，这个温度也没有往下，反而有的朋友会怎么样呢？转着，哎，它这个温度你就算不转了，它也开始持续的往上升，这个就是火已经开始聚拢起来了。我们看过金庸的很多小说，是不是？里面写的那个武林高手，他有内功啊。然后练完以后，这个头上发热，有这个蒸汽啊，后背发热。其实我们在做的也是一种方式，只不过是说没有那么夸张。你们很多朋友在转的过程当中，有的朋友开始出汗了，额头上面出汗啊，这后背上面出汗都是正常的。那么我们现在的只要能感觉到这个温度在手上一直怎么样保持住，这个热热的、烫烫的温度也不往下降，一直是这样的温度，行，这个时候你的火已经聚出来了，一定要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手即便不动，它的温度一直是在掌心当中的，这个火已经聚起来了。那么我们现在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有家人朋友们，你看好，肚脐在这个位置，穿不穿衣服啊？你穿着衣服或者把衣服撩起来都一样。把我们的掌心这个口直接怎么样对上去，对在这里，我往后做一些啊，掌心的口对在这里，这个手掌把它掌心的口对在哪里？手背的中间，也就是说，你看手背的中间在这儿，我把掌心这么对上去，这样就行了。2个手放好以后，这个就是叫3点一线。我们把这个3个点都对在一起以后，其实你看不到，但是你的火已经逐渐的往内去走了。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是什么？你把你的手对着我们的肚子开始转，你看这个方法，它就像环环相扣一样。你有的朋友他每天没事吃完饭以后，他也这样转，但是没有用啊。你用我们的方法，你把它对上去以后，手记住了小范围的去活动，从我们的右侧往上，左侧往下，做一个顺时针的一个转啊，就这么去做，慢慢的去做。逐渐的这个火就开始慢慢往内渗，我们做的时间不要长，1分钟到1分半钟，你自己去感受，额头后背会开始先后的发热，整个小腹当中开始发暖，里面感觉到有一团火在烧，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讲的火已经进去了。因为大多数的人他只要肠胃不好，里面都不用看，都是什么？属于寒则凝，凝怎么样呢？凝就堵了嘛，对不对？你把火放进去，你要把一些冷的给它去散跑，就这样转。你看我转一会儿，我的头上已经开始了，有一些汗已经开始出来了，就在手上，你们可以看出来。这些汗已经在手上了，你们就这样慢慢转。刚开始有很多朋友说，老师，我做完以后我没有像你这么多汗，我可能只有一点点热，非常好啊。因为每个人的火不一样的，有的人做完以后大汗淋漓，有的人做完以后他头上开始冒冷的，都是正常的。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哪怕你做着这个动作你没有感觉，你也要怎么样，逐渐的往里做。现在我感觉我的小腹当中已经开始热了，就像一团火在燃烧一样。你们跟着我去做，慢慢转啊。
转的时候幅度不用大啊，就这样慢慢转。你只要把这个热能送进去以后，你坚持大概在7天到10天，你会发现你的肠胃状态慢慢的就好了。因为肚脐这个地方它就是一扇门，这扇门我们敲敲它，把火给它怎么样送温暖送进去就行。你别小看这个方法，很多人是因此受益的。而且你记住这个方法，你要做之前一定要记住，把我们手上的2把火给伸出来。手上的火力不伸出来，光直接转没有意义不大。你看我做到现在，我的额头、我的后背、我的里面已经开始怎么样？开始发热了，真的是热热乎乎的，就感觉不一样。你看我的头上啊，看到没有？手上都有一些细细的汗雾出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累加上一个工字。9把火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关注大伟，在后面我会给你讲更多关于道家9把火的一些方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这个方法能给大家带来帮助。每天我们可以做上1到2次，但是做之前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把手上的火引出来，同时这个引火的动作我们也把它称之为阳火，单独去做，多做一做，你到冬天和秋天这个手上你都不会怕冷的。好了，今天视频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